欢迎回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走进一段被沙尘和马蹄声掩盖的历史迷雾，去看看两股看似遥远却始终围绕着中原的两股势力——辽国与西夏。当夜幕降临，你可以想象那片辽阔的北方草原正被月光扫过，一边是契丹骑兵的营帐星点，另一边是西夏斥候在沙丘边藏身的窥伺，像两匹耐心十足却不肯妥协的狼，悄悄接近着，试探着，低吼着。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彼此，而是夹在两者之间的中原肥地，一口吞不下，却又咽不下，啃着啃着就成了百年边患。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更需要你送出 Hype 积分来支持我的创作，感谢你每晚的陪伴。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座城市，此刻几点了，或者你最近在经历些什么呢？无论喜悦或疲惫，今晚你都会得到属于你的深度睡眠。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大多数人听到契丹和党项这两个词时，可能觉得像两个 NPC 种族，但这两个部族后来建立的辽国与西夏，不仅名号响亮，而且动静很大。咱们先从地理看起，简单说，辽国像一个躺在东北的大三角，西南连着河北、山西边缘，而西夏则更偏西北，沙漠边境起家，东南直指陕甘宁交界，一个能看住北宋的北门，一个拦住通往丝绸之路的西口。你说这情况还怎么能安稳睡觉？契丹是怎么出现在历史舞台的？这得从唐末说起。中央政权崩盘，北方一片混乱，契丹部落趁机整合周边游牧势力，靠着强悍的骑兵开始南下扩张。后来的耶律阿保机简直像开了挂，不仅统一契丹，还在公元916年自立为皇，建立辽国。他把游牧制度玩得炉火纯青，同时也学中原搞了个双轨制，一套对契丹人，一套对汉人。听起来复杂，其实很实用，外打硬仗，内搞安抚。辽国就这样一步步从马背上的部族变成一个我既草原又中原的混合体。另一边的党项人则低调许多，他们最初是唐代的边疆部族，虽然不像契丹那么早统大权，但也不是好惹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曾被唐朝封为夏州节度使，算是边疆上的自己人。可惜到了宋初，党项人就不太安分了，尤其是李继迁这位爷，直接反了宋，转头抱上辽的大腿。等到李元昊这一代，他就不装了，建国称帝，号称大白高国，当然史书还是记作西夏。这里面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辽国和西夏表面上不是立刻就对着干的，他们都想搞宋朝这块肥肉，表面关系还算保持克制，但骨子里谁都知道，边境越近，摩擦越多。辽人瞧不上党项，说他们是沙窝里蹦出来的野种，党项人也怼回去，说契丹就是抢马抢羊出身的野蛮人。双方虽然口不和，倒也没马上动手，而是先各自演自己的大戏。辽国一边打压北宋，一边自己忙着转型，既要当草原王者，又要学中原那套规矩。你可以理解为他在搞契丹版一国两制，上面是骑马射箭的贵族，下层是种地交税的汉人百姓。这制度复杂的连宋人都觉得头疼。西夏这边的李元昊则更凶悍，直接把党项文字定下来，还命令全境用新文字写公文，搞文化独立，硬生生把各部落撑成了个王朝。两边都在拼命扩张实力，但边境这事儿一直是个问题。辽国当初就抢了燕云16州，这块地本来属于中原王朝，可地理上
却正好卡在辽与宋的交界上。西夏则盯着河西走廊，那是通往中亚的重要通道，有贸易，有水源，有绿洲，这就像给西夏插上了翅膀。但问题来了，两边一扩张，边境就越挤。西夏打下甘州，辽国的势力线就被压缩。辽国一向东推进，西夏的后方就有了隐患。这时候他们都还没正式开打，但就像邻居之间，你抢了我半块地基，哪怕不吵架，也总在互相盯着。更有意思的是，两家都不敢轻易对对方动手。为什么？因为中间还有个北宋，只要宋一出钱，他们两个就得想想要不要忍一忍，先对付大金主。所以从头到尾，他们和宋朝的关系比彼此之间更热络。你给钱，我撤军；你不给，我就骚扰一下。边境成了最贵的一块买卖，也是最危险的火药桶。西夏早年其实挺依赖辽国的，尤其在李继迁那代，一边打宋，一边靠辽撑腰。但到了李元昊手里，他野心太大，开始不想再听辽人的话。他觉得自己地盘也不小，兵也不少，凭什么听北边那个大胡子吆喝？这时候，辽国开始警觉了。一个你曾扶持的小弟，现在不听话了，还越来越硬气了。这种时候怎么处理？动手，还是用封赏拉拢？于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边境暗战悄悄开场。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打赢，而是为了维持一种稳定的紧张。辽和西夏都明白，谁先出手，谁就可能两边不是人。而这种局面也为后来的真正冲突埋下了种子。到这里你可以发现，其实辽国与西夏之间的关系远不是敌对那么简单，他们是竞争对手，是潜在的盟友，也是相互制衡的存在。一个是北方大草原的狼，一个是西北黄沙里的狐，两个老狐狸互相打量，等待那个真正动手的时机，而这个时机终究会来。契丹骑兵有多猛？他们猛到什么都能不带，但马必须快，弓必须硬。要理解辽国的强大，就得先明白它的根本不是城池和农田，而是那支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铁骑部队。从耶律阿保机建国起，契丹就注重军事传统，每个贵族家庭都要能战能骑。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一个制度化的游牧军校，孩子一出生就要学射箭打猎，5岁上马，10岁出征，日常可能也就围着羊群转，但一旦集合作战，那阵仗简直是草原版的高配突击队。他们真正起飞是在打下燕云16州那会儿。当时的后唐皇帝李嗣源本来想借契丹打击敌对势力，结果没控制住这头猛兽，反而被兄弟咬了一口。契丹一举夺下幽州、潭州等大片战略重地。这片地盘可不一般，是北宋王朝北面的防线重中之重。控制了它，等于揪住了北宋的脖子。辽国把这块地握在手里，既能当缓冲带，又能搞边境贸易，还能随时南下巡个边，名义上巡逻，实则威慑。但辽国并不是一味蛮干，他们有一套特有的南北院制，南面官管理汉地事务，仿照唐制设百官；北面官则统领契丹部族，维持骑兵传统。这种双轨政治使得辽国能在保留草原传统的同时，吸纳汉地资源。这就像一个混血帝国，一边拉弓射雕，一边研读律令。耶律阿保机之后，历代辽帝都延续这种治理逻辑，外战靠铁蹄，内政靠汉人文臣，讲究一个术业有专攻。而在军事组织上，辽国有名的拽刺军和牙帐军，战斗力极强，纪律严明，尤其善于远程奔袭和侧翼包抄。他们经常采取夜行昼伏的方式，行军如风，掠地如雷，
典型的游牧战争打法。一支契丹骑兵出征，不带辎重，不带冗兵，只靠少量随军工匠和牧马人支撑长途作战。吃的可以抢，路靠马走，战场就在天涯。他们不像中原军队讲究兵营和粮草，他们靠的是速度和勇气。当然，辽国的战争也不是一直顺风顺水。打宋朝的时候，虽然常胜，但南下久了，他们自己也吃不消。宋人虽然怂，却会搞后勤和城防，动辄就是坚城死守，耗你时间，耗你兵。辽国人最怕的就是这种打不动、攻不下的仗。所以辽人打宋常常是打一阵就收手，拿完赎金就撤，反而成了一种边境产业链。你出钱，我撤军，咱们下次再演。相比之下，辽国与西夏的关系则更复杂。契丹人虽然看不起党项，但骨子里又有点怕他们。这种怕不是军事层面的，而是政治上的忌惮。西夏毕竟是从辽国的盟友变成潜在威胁的。李元昊起初称臣于辽，但后来称帝的时候，居然没向辽国请示，直接自立门户。这在契丹贵族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你吃了我的粮，现在敢摆我一刀。这个时候的辽国虽然表面上还强盛，但内部问题已经渐渐浮现。贵族之间开始争权夺利，特别是皇族旁支的扩张欲望越来越明显。一些北面将领掌握重兵，甚至在边境上搞半独立，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这就让辽国变得像一艘外壳华丽却船舱渗水的大船，海面上风平浪静，下面其实摇摇欲坠。这些边将看似忠于皇帝，实则各有算盘。特别是在西南边境，对西夏的态度分裂严重。有的将领主战，想趁西夏立国未稳打个痛快；有的则主和，怕把宋人吓跑了不再交银子。中央无法统一战略，只能各地因地制宜。表面上是多线布局，实则是战略混乱。这种局势让西夏看到了突破口，而且契丹贵族的生活方式开始慢慢城市化，许多契丹贵族搬进了城池居住，甚至娶汉人女子，学汉人礼仪。这种变化让老一代将领十分不满，他们觉得契丹的根在草原，不应该被中原文化腐化。于是，在军中开始出现保守派和革新派的争论。有人主张继续南下打压宋人，有人则认为应该稳定西线防线，防止西夏做大。这一切使得辽国虽强，却处在一种不稳的强大状态。他们兵多将广，但战略分歧；地盘辽阔，但治理失衡。这也导致他们在面对西夏挑衅时，常常反应迟钝。李元昊便是看准了这一点，开始在边境试探辽国的底线。他派使节前往辽都，表面上称臣，实则暗地筹备扩张，还在辽地边境悄悄设立堡垒。辽国自然不傻，也开始加强西南防线，派出拽刺军驻防。但问题在于，这些军队长期未战，战斗意志下降，内部腐败现象严重。不少将军靠边境走私牟利，甚至和西夏密商勾结，私下做起了军火生意。边境不再是清晰的敌我界，反而成了一个灰色的利益缓冲带。而就在这一片灰色地带里，第一次真正的交锋悄然酝酿，不是正面对打，而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西夏派出一支小型骑兵部队，以驱赶逃奴为名，深入辽境50里，并在边境留下一块石碑，上书本地自古属下。这举动既是挑衅，也是宣示主权。辽国边将怒不可遏，但中央却下令暂避锋芒。这一忍，不仅让西夏更加放肆，也让边将军心涣散。
契丹骑兵曾是北方最令人生畏的力量，此刻却被束缚在一个政治错综复杂的棋局中。他们不是打不过西夏，而是不知道该不该打。更糟的是，他们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一声号角，全军皆动的统一调度。辽国正处在一个看起来很强，其实心虚的微妙时刻，而李元昊正在等待。他知道，契丹再强也挡不住一个不怕死的赌徒，而他自己正是那个敢于押上整个王朝命运的赌徒。李元昊这个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点班干部气质，但别被名字骗了，他是一个在沙漠边上一步步摸出来的狠角色。从党项首领之子到西夏开国皇帝，他的上位之路没有任何天选光环，全靠算得准、下得狠、忍得住。你很难不佩服他，因为他不仅打仗狠，脑子还转得飞快，尤其擅长一种手法——迷局。他给自己建了一座谜一样的国家，也给别人留下了数不清的看不懂。西夏的诞生背景其实比辽国还混乱。党项人早年居无定所，被唐朝安排在边陲做屏障民族，打仗时是先锋，和平时期是边疆牧民。后来他们渐渐不安分起来，尤其是拓跋家族开始在夏州附近自立门户。当时唐朝已崩，5代10国，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央忙着斗争，没人顾得上这些边疆小兄弟。于是党项人趁乱扩张，一边对宋朝装孙子，一边扩地称王。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算是打下了基础，他则是在基础上直接盖起了王宫。李元昊继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建国，他不像其他部族那样等人承认，他是直接宣布成立大白高国。当然，历史上大家还是叫他西夏。这个名字其实是宋朝人给起的，有点带着你在我西边搞事情的意味。而他建国之后第一波动作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他清楚知道，打仗可以赢一时，要活得久还得有制度。他不是那种马上得天下的粗人，他是要把天下绑在自己马上的设计师。于是李元昊干了几件看不懂但高明的事。第一，他搞了党项文字，你可以理解成，原本他们说的是口语，记的是汉文，现在突然搞出一套新文字，还强制全国使用，连奏章都要用这个写。为什么？因为语言是认同的根，他要让所有党项人都觉得，我们和汉人、契丹人不一样，我们是我们自己。这种文化自我认同在当时极罕见，而他就敢搞。他甚至命令所有官员必须学会新文字，不会写就不能做官，简直是版本升级，强制推送，哪怕系统卡死也不回滚。第二件事，剪头发，不是自己剪，而是全国推广一种新发式，党项男子都要剃去前额，只留后发。这发型在当时堪比秃头朋克，比契丹的剃顶还激进。他的逻辑是从外形上区别汉人，让党项人一眼看出自己是谁。这种做法看起来野蛮，但从心理学角度极其精准。他在打造一个我们的概念，让部族从松散走向凝聚。这种文化工程不是文化人搞的，是边疆帝王亲自上手推的。但李元昊的厉害之处不仅在内政，而在他的战略眼光。他一边宣布称帝，一边对辽国送上称臣表文，还照常纳贡给宋朝。你品，你细品。他对2个强邻都表示尊敬，实际上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他给辽国的使者酒足饭饱送礼，还当面跪拜，但第2天就调兵修堡垒。他给宋朝写信说愿意岁贡，下一秒就封锁河西边境。他就是这种人，嘴上功夫一套一套，
手下动作快过脑子。他和辽国之间的边境摩擦逐渐增加，但他从不主动挑起大规模战事，而是用一套猫抓老鼠的策略，不断测试辽国的反应速度。派斥候深入草原，派商队进入契丹地盘刺探情报，甚至让手下装成逃奴投奔辽国，实则是间谍。他想知道契丹的边防有多松，粮道有多远，兵营有多少人。他不是莽夫，他是在写剧本，等着选演员。李元昊深知，辽国虽然强，但并不稳。他不需要打败辽国，只需要等他们内部出乱子。于是他搞了一套随时开战但不马上开打的战略部署。边境军营表面是防御，其实按的是进攻的按钮。他更狠的一招是建军市，专门引诱契丹边民来交易，用的是上好粮食和战马。交易不是目的，是为了收买，是为了让敌人对你松懈。一边交易一边记录谁是骑将，谁掌兵，谁贪财，然后一一策反，用的是钱，换的是命。这些布局，辽国并非全然不知，但他们没法统一应对策略。有人说要和，有人说要打，中央还在吵，边境已经吃紧。李元昊等的就是这种拖延，他太知道草原帝国的节奏，一旦内部争权，边防就迟钝，而边防迟钝对他来说就是机会。他也懂得打造不可预测的气场。有一次，西夏使团拜见辽主，李元昊故意在奏表里漏写陈字，惹得辽廷大怒，甚至准备兵发西夏。但没等辽军调动，他又补上奏章，还亲笔道歉，态度诚恳的让辽主都不好下手。这种忽软忽硬的外交策略，看起来像在玩火，其实是一种不断刷新对手心理阈值的试探。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边境修建了一条迷墙，长达数百里，外人一看像是防御工事，其实是迷阵。墙体高低不一，藏有暗门和陷阱，战时可躲可绕可诱敌深入。有人说这就是沙漠版长城，但它不是防御，而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棋盘。这种墙不是给敌人看的，是给自己士兵打心理预防针。我们是有准备的，怕什么？他还特别注重信息封锁，在西夏，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与辽人通信，边境驿站全部由军人看守。他打造的是一种闭环国家，对外强势，对内统一。西夏不是一个开放王朝，而是一个随时准备战争的堡垒帝国。他不想和平，他要的是稳定的紧张感，让所有人都知道西夏不惹事，但绝不怕事。李元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军事天才。他亲自训练铁鹞子部队，这是西夏的精锐骑兵，装备轻便，战术灵活，尤其擅长夜战和杀敌伏击。他曾带这支部队穿越黄沙500里，奇袭一处契丹商战，斩首而归。这种行动像极了现代特种作战，不为战地，而为震慑。你动我1分，我还你10分。你看到的西夏不再是那个靠边生存的小部族，而是一个开始主动出击、心机极深的新王朝。李元昊不只是建立了一个国家，他设计了一个战局，一个让别人只能跟着走的局。而在这个局里，辽国是猎物，宋朝是棋盘，而他自己则是那个在沙丘深处静静看着风向的赌徒。说到北宋的边疆问题，用焦虑2个字都太温柔，实际上它更像一个整天吃不下睡不稳的王朝。白天看奏章看得满头大汗，晚上听边报听得冷汗直冒。辽国在北，西夏在西，2个狼性王朝天天在边境附近骚动。北宋就像夹在中间的温顺小猫，不敢吼，不敢咬，
只敢拼命往外掏银子，妄图用钱砸出一个和平梦境。问题是，梦归梦，现实永远是泥潭。北宋开国时的赵匡胤其实是靠兵变上位，他深知兵强主弱的后患，所以建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杯酒释兵权。这个动作在内政上无可指摘，却为边防埋下隐患。你把最能打的将军全消了，边疆自然空虚。宋朝制度上，文人主政，武人靠边，久而久之就养成一种打仗归武将，但打不打还得问文官的风气。面对辽国，北宋的策略一直是花钱买平安，尤其是在澶渊之盟之后，宋朝每年要向辽国进贡10万两银，20万匹绢，名义上是岁币，实际就是你别打我的保护费。这笔费用不是小数目，朝中也不是没人反对，可问题在于没人敢赌一场战争的代价。于是每年银子绢布如期送出，换来的是边境短暂的安稳和朝廷更深的焦虑。而西夏的崛起让北宋更加头疼，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只野狗，结果它不仅有獠牙，慢慢还开始学会咬人了。李元昊称帝之后，宋廷一片哗然，我们才是真正的天子，你一个边疆小部族竟敢称帝。可问题在于，骂归骂，打不敢打。于是北宋继续用钱讲话，岁次增加，封号提升，官职虚授，一套安抚方案甩出去，结果李元昊收下了银子，却丝毫没有软化，还变本加厉。北宋皇帝不是不知道这样下去有问题，但他也确实没得选。当时的宋朝军队虽然数量庞大，但战斗力堪忧。禁军训练走形式，边军调动讲流程，武器精良却用不上正道。你可以想象，一场战役从边关报到开战批准，可能文书已经传回京城3次，敌人却早就退了3回。更何况文臣集团在朝堂上掌握生杀大权，将军们常常要对没见过沙子的大员解释为什么要打仗，解释完人家一句先别打，等圣旨，局势就黄了。宋朝还有个致命问题，是对地理的想当然，很多决策是在地图上做出来的，不考虑山河险峻和敌人机动性。比如对西夏的评估，朝中很多人觉得西夏不过是个弹丸之地，小部族撑不起大局，但他们忘了，西夏人不是靠地盘，而是靠马谡、沙阵和信念。他们能从黄沙里钻出来，在夜里打你个措手不及，再全身而退。而宋军最多就是排队整齐，旗帜鲜明，然后原地被包饺子。于是北宋搞出了一个奇怪的防御逻辑，边疆不设重兵，而是用保寨哨的方式层层递进。简单说，就是不筑大城，而是在各要冲设立小堡垒，一旦出事就点火报警，再派援兵。这种设计在理论上非常缜密，但现实中往往来不及。尤其遇上辽军那种快速奔袭或者西夏突击部队，小堡垒顶不住，信号送不到，等中央反应过来，地方已经沦陷3天3夜。在这样的结构下，北宋只有一个工具能用，银子。而银子的使用方式也逐渐制度化，边疆写信求援不如写请款，节度使申请兵马不如申请赏赐。久而久之，整个军政系统成了一台财政运转机器，仗是打不起来的，钱却不能停。一年几十万两白银出去了，边境和平没有换来，反而是敌人胃口越来越大。你可能会问，北宋就没人主战吗？当然有，像范仲淹、韩琦这样的重臣，曾多次呼吁加强边防、整顿军纪，还提出过强边固防的策略。他们甚至想恢复一些北地州县，把燕云16州拿回来。可惜朝中多数官员主张保守，觉得现在能保住京畿就不错了，何必惹麻烦？
于是他们的主张一次次被驳回，有的被贬，有的被闲置。久而久之，主战派成了危险分子，没人愿当出头鸟。而在边境，宋将也不是全没能力，只是上面不给资源。比如金元路边将刘平，曾带兵守住西夏夜袭，却因为扰乱和谈被弹劾。另一位将军折继祖主动巡边，压制西夏斥候，也被诬为煽动兵马。你能想象吗？边将带兵打胜仗，回朝还得写检讨。这就是北宋边防现实，能力是其次，态度得温顺。西夏看得清楚，北宋的强是经济强，弱是骨子里的畏战。李元昊像猫玩老鼠，不断挑衅，不停试探，甚至在一次会盟中故意让西夏使者穿戴整齐出席，而宋使者却穿着便衣，羞辱得明目张胆。宋朝表面装作无事，暗地里气到咬牙切齿，却依然不得不礼宋而归。这种被动已经不仅仅是军事的，更是心理上的失衡。北宋明明有钱、有兵、有地，却不敢主动出击，不敢设限，不敢赌一次胜利。每一个对外的决定都要内耗成100个回合。文臣担心影响升迁，皇帝担心打败会损名声，边疆担心战功变罪名。整个体制好似一只束手束脚的巨人，看似庞大，却被一条条制度锁链捆在原地。这份焦虑在年年边报的催促下发酵，在朝堂争吵中腐烂，在西夏和辽国的边境缠斗中变成一种被围观的尴尬。北宋不是没尝试过改变，只是每次尝试都被和平稳定这顶帽子压下去。于是他选择忍，继续忍，把战争的代价变成预算，把边境的紧张写进财政报表，把和平挂在嘴边，藏起了真正的惧怕。这一章你听下来，也许心里已经有答案。在这场三方博弈中，北宋看似是中原之主，实则却是最容易动摇的棋子。而辽国与西夏正在等的，正是这颗棋子不慎倒下的那一刻。人和人之间有种关系叫不打不成兄弟，可你知道吗？在辽国和西夏之间，这句话几乎可以当作边境守则。虽然两个国家都各自忙着扩张地盘，搞定内政，盯着北宋送钱，但他们终归是邻居，而邻居之间哪有不磕碰的？尤其是两只脾气都不小的狼，哪怕暂时不咬对方，也总得闻闻对方的气味，踩踩对方的草地，试试底线。故事得从李元昊称帝后说起。他这一称帝，不光是对宋朝的挑衅，对辽国来说也是赤裸裸的打脸。在辽国眼里，西夏本是自己的小弟，早年党项首领李德明就曾称臣于辽，年年纳贡，算是被册封的藩属。如今小弟居然敢自己封皇帝，这就像公司里那个曾跟你打杂的人突然开了家分公司，还自称董事长。难怪契丹贵族们满朝震怒。不过辽国当时没有立刻发兵，而是照老套路来，派使者过去讲道理。辽国的使节团队一共30人，全是文官挂帅，还带着各种礼物和诏书，试图用礼节唤醒西夏的旧情。李元昊呢，不仅不买账，还设局整了这帮使者一通。他让人安排宴席，桌上摆满马奶酒和牛肉汤，嘴上说欢迎，席间却故意问道：贵国此次前来，是想认我为帝，还是要我再认你为父？这话把契丹使者噎得脸青，整顿酒局变成了火药场。当然，李元昊也不是没脑子，他知道此时西夏实力未稳，正面冲突对自己没好处，所以他当着使者的面嘻嘻哈哈，背地里却下令加强边防，还调集主力部队在贺兰山以北集结，
一边稳住辽国，一边准备应战。他像一只沙漠里的狐狸，表面晒太阳，爪子却早已插进土里，试风向。终于，第一场摩擦在边境爆发。西夏一支斥候队因为追捕逃奴，跨过了边界线，和辽军巡逻队短兵相接。一开始还只是口角，谁知一人动手，双方几十人乱作一团。这场冲突虽然规模不大，却点燃了两国边境的火苗。紧接着，双方各自在边防线上开始修堡筑垒，调兵遣将，气氛立刻紧张。辽国的反应是调动拽刺军南下驻守。拽刺军是契丹的精锐骑兵，擅长远程奔袭，快速突击。若真开打，西夏难以招架。但李元昊没慌，他反其道而行之，不布防，不迎战，反而命令主力撤回200里，表现出无意冲突的姿态。这一手极妙，让辽国反而不敢轻动。你越是退让，我越不能打你，否则就成了侵略。接下来就是一连串暗中斗法。西夏开始在边境放牧，却偷偷把牧民改装成斥候；辽军则表面巡逻，实则用商队打掩护，进行地形测绘。双方都不上正面，却用各类灰色行为互相拆招。这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谁都不想打第一枪，但谁都不愿服软。这是一场边境心理战，比拼的是谁更沉得住气，谁更能装得像个君子。最戏剧化的是一次边市冲突。某天，契丹商人在西夏边市做买卖，双方因为斤两问题起了争执。本来只是几句争吵，结果西夏守军冲出来，把契丹商队连人带货扣了。辽国高层震怒，当即下令封市。西夏则发文道歉，还附赠一匹羊毛和皮革作为赔礼。但这事儿没完，契丹私下要求归还所有商人，西夏却只还了愿意回来的。那些被策反的契丹人留了下来，甚至被安插到西夏军中担任少长。这一波操作等于是光明正大挖人，脸都不遮。辽国高层这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边贸问题，而是西夏有意利用边市吸敌为用。他们不仅挖士兵，还用商贸渗透情报，把辽国边军的粮道、兵站位置摸了个遍。于是辽国终于不再含糊，下令进行一次边境演习，其实就是向西夏示威。几万骑兵在边线3天3夜绕圈，尘土飞扬，把整个草原震得嗡嗡响。李元昊照旧不慌，反而趁辽军兵力集中在东线，悄悄从西南方向派出2000夜袭兵，绕到契丹粮道后方，焚烧军库，破坏马棚。这场夜袭如同惊雷，一夜之间烧毁了3处营地，连辽军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这是西夏第一次主动下狠手，标志着边境明争阶段的到来。但令人意外的是，辽国并没有立刻报复，而是选择谈判。他们派出新的使者团，态度比前次柔和。李元昊则派出党项、宰相接见，双方在大同附近秘密议和，内容没人知道，但结果是边境军队各自撤军50里，贸易重开，互派观察使。这一场小打之后的和解被称为边线调缓，实际上是两国在实力接近、战争不可控的背景下达成的默契。他们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一对不得不共舞的邻国，互相试探，彼此牵制，偶尔抓头发，偶尔借梳子。从此之后，辽国和西夏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打完和，和完再打的回环状态。两国在边境暗战中各自试图获取情报，渗透对方，却又时常举杯言欢，交换礼物。看上去和平，其实步步埋雷。更有趣的是，这种你来我往的斗争还不时出现一些奇妙的人情瞬间。例如某次契丹边疆生病，
西夏竟送来名医和药材。又比如李元昊丧母，辽国派人吊唁，甚至奉上金丝帐幕为祭。这些细节像极了两位互看不顺眼却又默契无比的老对手，打归打，脸面还是要给的。他们的每一次交锋都不仅仅是边疆冲突，更是试探对方王朝稳定性的探针。一旦对方露出裂缝，另一边就会毫不留情地撕开。而这场游戏里最危险的不是敌意，而是忽然的温柔。因为在这场打打和和的过程中，真正的目标从来不是边境一块草地，而是王朝权力的边缘线。谁先露出疲态，谁就注定被另一方吞进肚中。在你以为战争只是兵来将挡、骑兵冲阵的时候，真正的中原大戏其实藏在另一种不流血却刀刀见骨的战场——朝贡体制。讲白了，就是一场面子工程、经济谈判的多边游戏。辽国、西夏、北宋三方你来我往，台上讲礼仪、谈友好，台下翻算盘、掐人心。谁都不傻，只是谁更能忍，谁更会演，就看谁在这场看似恭敬的朝贡戏码里笑到最后。咱们先讲讲什么是朝贡。在大多数教科书里，它被包装得特别好听，说是臣服中央王朝，接受册封，但现实里它更像是一场高配版外交投标会。各方王朝拿着贡品上门，名义上是来表忠心，实际是来换好处。你来，我给你官衔、金子、绢布、贸易许可，说白了就是你叫我一声皇叔，我就封你个王。彼此心照不宣，面子都好看，里子各有所得。北宋就是这场游戏的主桌玩家，看起来是中原正统，其实被边疆两个狠角色辽和西夏给玩得团团转。辽国早年靠澶渊之盟锁死宋朝的岁币，年年收银子、绢布，过得比当朝天子还滋润。而西夏起初低调，一旦李元昊称帝成功，也立刻效仿。你给辽多少，我要一样，甚至还要多点。宋朝嘴上说我们不承认你是皇帝，手上却不得不掏钱，理由是为了边疆稳定。这听起来像是借口，其实就是怕打仗。而辽国对此其实非常警觉，他们一度认为朝贡这事应该是我辽国专属特权。现在你宋朝跟西夏也玩得这么好，是不是不把我这个老大哥放在眼里？于是辽朝廷开始提出抗议，甚至要求宋廷解释为何赐予西夏官号而不报备。宋廷则装傻，派人含糊带过，一边继续送钱，一边打太极，说这是地方应急支援，不是朝贡。这场三方对峙，说白了就是谁更会扯嘴皮子，谁的算盘打得更响。尤其西夏简直是朝贡体制里的搅局王。他们会先送来一批稀有贡品，比如沙漠岩石、黄羊皮、火山石之类东西，其实不值几个钱，但胜在名目新奇。朝堂上一看，哟，这个贡品我们都没见过，赏赐立刻翻倍。西夏人心里早就乐开花，几块石头换几千两银子，值。更夸张的是，西夏还学会了拉长周期博收益。正常朝贡是按年一次，西夏却常常以道路阻断、边患未平为由，拖个3年再来一次。每次一来就是大阵仗，仪仗队几十人，礼品车百辆，再附带一份国情说明书，详细陈述过去几年自然灾害、战事纷扰、边民贫苦，最后含泪请求陛下能否加赏。这套剧本北宋朝臣已经看穿，但还真就不好驳回，只能咬牙批钱。当然，辽国不是吃素的，他们也学会花式要赏。
有年辽国发生干旱，他们以天灾减贡为由减少贡品，但照收宋朝的岁币。宋朝不干，提出至少得减银子。辽朝廷反问：你这是要见死不救？宋朝一听这帽子太大，只好继续付款。这年辽国不仅没亏，还省下运输成本，一石二鸟。而最令人无奈的是，北宋还得在文书上对两边用不同说法，给辽的诏书里写皇帝辽主，给西夏则是归附党项。嘴上不承认西夏是帝国，文书却用上级语气加恩赐口吻。这种精神分裂的语言操作，朝中文官已经熟练到能批10份文书，不带重样，读起来全是套话，实则一页纸讲清3层意思，堪称宋朝版 AI 文书。然而，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不，还远没完。西夏与辽国之间也在私下玩朝贡对比赛。李元昊一度嘲讽辽国使节：贵国银子多，贡品却次，我西夏虽地贫，礼数却全。辽国不甘示弱，转头就送宋朝一头金缕玉鞍马，表面是赠礼，实则是给西夏添堵。宋朝夹在中间，不得不写信一通感谢，还附上西夏贡马也一样上好，以示一碗水端平。这场朝贡游戏有一个终极问题：谁能从中捞到最大实力？辽国要的是政治主导权，维持霸主人设；西夏要的是经济援助和话语权扩展，装出独立帝国样子。而北宋要的其实最简单，不打仗，能拖就拖。可惜的是，三方的目标注定互相掣肘，没人愿意让步，边境始终火药味十足。更深一层的是，朝贡制度其实成了一种资源再分配机制，表面上是讲义理，实则是将国库银子通过赏赐形式转移给边疆政权，买的是表忠心，换的是边境安稳。但这种买卖一旦做得太久，就变成了一种依赖结构，你不给我就骚扰，你一给我就要更多。西夏甚至在某一年中断朝贡，直接派人通知宋朝，此番不贡，乃因前次赏赐不足。这是明抢，宋朝也只能忍。辽国则更直接，他们会故意让边将越线演习，名义上是防贼，实则测试北宋的反应速度。一旦宋军不动，他们立刻派使团表示边将勿动，请朝廷担待，顺便提个要求，能否调高来年岁币？每一场边境骚扰都是一次谈判铺垫，边境不只是前线，更是战略议价桌。而这种暗战式朝贡，并没有让任何一方真正安稳，反而让大家都活在一种维持虚假和平的循环中。边境没爆炸不代表安全，贡品照送不代表臣服。每一次朝贡来去的马队背后，都是几十个使团成员，悄悄打探边情、人口、粮道、军备、情报与物资一并传回本国。送礼只是幌子，窃听才是主角。这并不是谁单方面被欺负，而是一个结构性博弈系统，每个玩家都在利用体制空隙，谋求最大利益。辽、西夏、宋三方都知道自己在玩什么，只是谁忍得住谁，谁耗得过谁。朝贡体制不再是帝国辉煌的象征，而是三方势力平衡的脆弱纽带，是一块随时可能断裂的丝线。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停一停，想一想，在这场看似文雅的外交游戏里，真正的威胁不是刀剑，而是那双捧着贡品却藏着野心的手。李元昊要是活在今天，大概能成为一线外交谈判专家。他既懂节奏控制，又善于心理操纵，更重要的是，他总能在最尴尬的时候扭转局面，还让对手没法发作。他的外交术从不是送礼、磕头、说好听话，而是一种进可为地、退可为地的艺术。
他像个把边疆局势完成多方棋局的导演，一手推演，一手演戏，真正把该跪时跪，该打时打，完成了高阶操作。首先要明确一点，李元昊并不是个急性子，他不像某些王朝创始人，一打胜仗就飘起来。他很清楚，西夏之所以能立足，不是因为比别人多强，而是因为懂得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要软。这种对局势的把握，在他整个执政生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和辽国的关系，他从不彻底撕破脸，也不真心称臣，而是一直保持一种合作警惕再合作的循环模式。每当辽国逼得紧，他就递个表文，献些贡品，姿态做足。可一旦辽国放松，他立刻调兵布防，继续暗战。这种操作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让对手无从下手。在和北宋的交涉上，李元昊更是玩得灵活。他知道北宋怕战争，于是他不断在和平与挑衅之间来回横跳。他会主动派使节入宋，送上沙漠特产和礼品，表达愿修好邻里的善意。下一刻，他的军队就夜袭宋边寨，搞一波意外冲突。等宋朝反应过来，李元昊又派人送信，这只是个别军将不守军纪，已惩处，请贵朝勿怪。他从不直接承认战争意图，只说误会，局部纠纷。可边境百姓的牛羊和田地却早已被洗劫。你可能觉得这人太滑，但偏偏北宋也没法真正反制，因为每当局势紧张，李元昊就会扯出一个非常有理的理由：我们要养活边民。西夏地平人稀，沙地干旱，生活确实艰难。宋朝要真发火，还容易被人扣上欺压弱国的帽子。于是很多时候，朝中只能强忍，派官员赴边谈判，拿银子平事，年年岁次从没断过。赏赐的理由花样百出，缓兵之策、边民安抚、文化交流，其实就是不敢打。而李元昊非常懂得怎么把吃亏变成占便宜。有一次边境冲突中，西夏一支兵马被宋军反击溃退，损失上百人，按常理应该认灾，但他没有。他写信到宋朝说，贵军误伤我方演训部队，此举破坏边疆信任。态度不强硬，但措辞十分严谨。他不说是战争，而是误伤；不说敌对，而是影响信任。这封信送到北宋朝廷，结果是什么？宋朝赔礼道歉，还下令边将不得擅自反击。你说谁赢了？除了会打心理战，李元昊还擅长挑拨离间。他派人潜入契丹边地，散布宋朝已许西夏护士将断辽贡的谣言，导致辽廷一度以为宋朝要弃旧迎新。虽然很快辟谣，但契丹高层已生猜忌，开始重新审视对西夏的态度。李元昊目的达成，辽与宋之间信任裂缝又扩大1寸。这种操作就像往水里滴墨，看似微妙，却足够扰乱大局。更高明的是李元昊如何用皇帝的身份做工具。他称帝后，一方面对外表示这只是内部制度调整，不影响原有朝贡关系；一方面又发布国诏，大搞党项大一统概念。他在国内建立起一整套帝制礼仪制度，衣冠、言语、书信，制度样样齐备，就是要告诉全天下，我不是边陲藩属，我是正儿八经的帝王。可与此同时，他依然肯低头说好话，换取宋朝银子和贸易口岸。你以为他已经称帝就不认你了？错，他只是想让你花更多钱来承认这件事。他把尊严变成筹码，还能谈出利润。而对于自己国家内部，他也搞了一套外交联动策略。他鼓励西夏百姓参与边贸，让西夏商人带着沙地特产到宋地做买卖，慢慢形成一种小商大兵的模式。很多商队其实是带着任务的收集信息，
套取兵站，识别边将。有一年，一位看似普通的羊毛商队，在宋地走了半年，回国后呈上整整3本宋边防图册，其中记录了宋边要寨、粮仓、军路详细位置。这一套系统不是间谍行为，而是贸易下的附加功能。李元昊对待辽国的策略则更冷静，他很清楚辽国重骑兵讲声威，不适合玩慢性骚扰，于是他主打非正面冲突，搞拒部合作。辽国要求联合围剿宋军，他拖；辽国派人要求议边，他冷处理；辽军设边营，他让牧人占地。这一连串动作，不是打仗，却能把辽人逼得心里发痒。他不给你正面冲突的借口，但又让你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而辽国面对这种软钉子风格非常不适应，他们习惯了边境直接斗狠，一见西夏拖泥带水，就判断为虚弱。殊不知，这是李元昊故意布的慢火局。他拖得起，有耐心，有策略。而辽国贵族军头之间早已起了内斗，越拖越烦，最终反而自乱阵脚。李元昊其实从来不觉得西夏需要成为最强，他知道自己体量不够，但他要做那个不可忽视的变量。他想的是，我不一定是赢家，但一定要成为裁判桌上的一张牌。不管是辽要动宋，还是宋要治辽，他们都得考虑我西夏的立场。不管你们谈成什么协议，都得分我一杯羹。他要的是话语权，是存在感，是别人绕不开的地位。你看到这里，也许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这场三国外交斗法里，武力固然重要，但真正操控局势的是谁能在战与和之间保持灵活度，是谁能把退让当成武器，把低头当作杀招。李元昊做到了，他不是最大的玩家，却是最灵活的那一个。这就是沙漠之狐的真正杀手锏。你看他温顺，他却早已设局；你以为他妥协，他却在暗中牵线；你还在布阵，他已经准备好下一轮博弈的筹码。一个边疆王朝的皇帝，却能让2个帝国同时陷入被动，靠的就是这套精致的几乎透明的外交术。如果说辽国像一匹披着盔甲的巨狼，那他体内的心脏就是皇室。可这颗心脏并不稳定，看似稳坐帝位的契丹皇族，其实内部从来没太平过。耶律家族是个大部落拼出来的复合王室，上到皇帝，下到诸王、太子、亲王，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表面上他们是一家人，实际早在私底下互相提防，暗中争斗，尤其到了皇位继承问题上，更是一次比一次难看。信宗在位时，朝政看似安定，实际上皇帝的权力已经被慢慢稀释。他母亲萧太后生前极为强势，一手主导政务多年，连军队调动都要他拍板。他去世后，新宗刚想收权，便遇上了来自各路亲王的掣肘。这些亲王不仅有名号，还手握兵权、地盘、金子和中兴部队，他们分散在帝国四方，看起来是维稳力量，实则个个心怀鬼胎。其中一个叫耶律仁先的亲王，位置特别敏感，他是新宗的堂兄，在辽国西南边境驻军多年，与西夏打交道无数。按理说应该是朝廷的守将，实际上却活成了地方诸侯。他建立了一套几乎独立运作的军事体系，手下亲信组成自己的内卫队，连账目都不向中央汇报，号称自筹自养。更离谱的是，他还与西夏暗中通信。有人说，他曾借遣使之名，秘密与李元昊见面，谈的是共同对抗北宋。但更多人相信，他是在为自己谋划出路。而在东线，另一个亲王耶律聂禄更不消停，他手握幽云16州的重要关口，一度控制3万精骑，是辽国东部边防的中坚。
他公开反对新宗改革政策，尤其是削弱贵族土地特权的命令，一纸下达，东部诸王立刻联名上书反对。耶律聂鲁更是在议政堂公然斥责皇帝废祖宗旧制，逼得新宗几次退朝，不敢表态。这些画面你要换成电视剧，一集看不过来。更可怕的是这些亲王背后的世家势力，他们与契丹旧部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将军官员本就是他们族中人。中央要调人，他们说此人不能动，要查账。他们说军机不可泄。你以为辽国是皇帝说了算，其实很多地方是亲王、将军、地方部落自成体系。这种局面就像一艘巨舰中控失灵，各舱室自导航，方向不一致，速度也开始不同步。这种分裂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制度早埋下的祸根。辽国实行南北面官制，北面官主要负责契丹族事务，南面官则管辖汉人事务。表面是民族和谐，实际上形成了政出多门。北面贵族主战，南面文臣主和，遇事意见南辕北辙。尤其面对西夏日益嚣张的挑衅，北面官要求出兵教训，南面官却主张通过外交解决。皇帝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谁也得罪不起。时间久了，干脆选择拖，而拖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军中开始出现将不知军、兵不识帅的混乱景象。许多地方驻军甚至不认识中央派来的监军，也不听调度，口号是只听本将军号令。这听起来像是小说情节，但在辽国后期是真实存在的混乱。边将擅自开战，擅自讲和，擅自贸易，擅自募兵，中央完全失控。最典型的例子是西南一支驻军曾被命令增援防线，结果主将回信，边军马伤粮少，恐引西夏误判战意，恳请按兵不动。这话一听很合理，实则就是宝宝不想出门，兴宗也不敢追责，因为这位将军背后站的是耶律仁先，轻举妄动只会引发内斗。这种权力牵制逐渐蚕食了辽国的执行力，也给了西夏巨大的空间。而西夏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李元昊对辽国的局势摸得一清二楚，他安插在辽国的使节、商人、边境移民，几乎形成了一张完备的情报网。他知道哪些亲王在起冲突，哪位将军受贿，甚至知道辽国哪条补给线已经断了。他比兴宗更了解这个帝国的病灶。于是西夏开始用一种极具挑衅性的方式布局，他们在边境驻军修堡，却又在每座堡垒挂上庆贺辽主万岁的大旗。他们主动送礼给耶律仁先，表面祝寿，实则送情报。他们在边市故意抬高货价，让辽国边民心生不满。这些招数一针一针扎进辽国的缝隙里，看似轻巧，实则致命。与此同时，辽国还得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财政崩口。常年对宋收银让人上瘾，导致辽国内需严重依赖岁币。而一旦财政紧张，皇族和亲王们的矛盾就会激化，谁能多分粮，谁要减少军费，每一分钱都得通过讨价还价。有一年，兵部要裁一支边军，亲王联名反对，说此军乃护国之基，不可废。财政部坚持要砍，说无银可发。两边扯皮3月，最后兵没裁，军饷也没发，那支军队几乎哗变。你会看到一个正在陷入自我消耗的帝国，外有敌人，内有派系，皇权摇晃，将令难行。兴宗其实并不无能，他曾试图强硬一回，亲征西线，整顿军纪，结果途中暴雨断路，军心浮动，最后灰头土脸撤回。不仅军威未振，还被亲王在朝堂上阴阳怪气，陛下
不如将兵教我，免国有失。这一句话简直是往皇帝脸上扇巴掌，还是带着奏折封皮的那种，啪啪作响啊！而就在这种局势下，辽国失去了他曾经最大的优势——统一。曾经只要一声令下，10万骑兵云集，如今连调动一支边军都得多方协调。曾经契丹人的军令像刀，如今是问卷调查。而在西南边境的沙丘上，李元昊站着不动，等着这一切慢慢崩出裂缝。这章讲完，你应该看清楚了，辽国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自己一点点掏空。内斗如同慢性毒药，滴入铁骑的血管，曾经雄壮的帝国之躯开始变得麻木、笨重，反应迟钝。而这一切正好被一个沙漠王朝看在眼里，握在心头。夜黑得透彻，像被沙尘擦过的布帘，罩住了整片西北荒原。墨风卷起细沙，吹进营帐缝隙里，带着一股咸涩的凉意。辽军营地深夜静得出奇，只有几只马在远处踢踏着蹄声。这是西夏挑中的时机，最寂静、最松懈、最没戒心的一夜。接下来发生的事，成了边境多年难以磨灭的传说。一场夜袭从沙丘深处骤然爆发，像黑夜中突然张开的利爪，狠狠撕开了辽军的防线。这一仗，西夏没派大军，只动用了不到3000人，但全是精锐。他们不是常规部队，而是李元昊亲自训练的夜掠军，以轻骑为主。训练目标只有一个：快、狠、准，打完就走。他们不带辎重，食物靠干粮和马奶，兵器是短弓、弯刀、火箭。行动前，所有兵士封口，只传手势和眼神。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完成一场打击秀。目标是辽军设在盐泽口的边营，那是契丹西线的重要粮道节点，也是整片西南防线最靠前的堡垒。平日驻军2000，因战线北移而暂时减少至1000余人，负责运粮和边哨。西夏探子早就混入商队，数次往返，确认兵力、哨位、交班时间、仓储位置，甚至记录了哨兵是否打瞌睡。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李元昊亲自批准行动，时机设在初9之夜，正是月光最淡、辽军换哨、间隙最大的时候。夜袭开始前，西夏士兵在10里外换上黑衣，用马油涂满铠甲与皮弓，避免反光。他们分3路推进，一路冲粮仓，一路斩营哨，一路专门破马棚。最先发难的是左翼骑兵从盐泽河下游渡过浅滩，用湿布包住马蹄，压低声音，一夜之间逼近营前200步。前哨还未发现时，中军已射出第一支火箭，目标直指粮仓东侧干草棚。火光腾起的那一瞬，整个辽军营地像被惊雷劈中，哨兵刚吹起脚号，就被扑来的夜掠军封喉。接着就是一场乱中取巧的突击。西夏骑兵不围营，而是从马道一线冲进内营，一路放火、射箭、刺杀。他们没有站阵，也没有冲号，而是一队一队如幽灵般穿梭，选准目标下手，不贪战，不恋杀。一旦任务完成，立刻退去。辽军措手不及，他们本以为夜袭只会发生在东西正路，从没想过西夏敢从盐泽东南荒丘那边越界。更让他们崩溃的是，整个营地里根本没有完整集合的时间。将领从床上跳起来，披甲冲出，刚召集100人，便被一阵火雨打断，号角声混杂惨叫，军马脱缰四奔，仓储起火，剑阵反被穿透。一位副将拼死守住南侧粮台，最终被6名西夏骑兵围住，斩首于马前。整个袭击只持续不到2个时辰，
天未亮，西夏骑兵便全数撤出，顺原路快速消失于沙丘之后。辽军虽追，但边道已被预埋，滚石堵塞，加之夜黑地熟，追兵走了5里，便全部折返。最终结果，3座粮仓被焚，军马损失500余匹，士兵阵亡300，伤者无数。最关键的是，边防指挥权陷入瘫痪，3日后才重新恢复秩序。这场夜袭对辽国的打击远不止损失数字，更可怕的是心理层面的崩塌。契丹军队以勇猛著称，从不惧正面对抗，却极怕这种幽灵式偷袭。他们习惯白日列阵，不善夜战，更不懂如何防备这种不为胜只求乱的攻击方式。延泽之战后，契丹边军人人惶惶，夜里不敢脱甲入睡，巡逻增至3倍，甚至在营地周围挖陷马坑，设绊索，场面像极了受惊后的野兽筑巢。而在朝堂，信宗接报时脸色铁青，一连3日不发话，只命人彻查边营，是否有人通敌，但查无实据。西夏从头到尾没留下一丝痕迹，就像是一阵风来，一场梦走。信宗明白，这不是西夏一次普通的骚扰，而是一次军力的展示，是一次对辽国西线布局的精准切割。更让人恐惧的是，这场夜袭没有任何后续要求，西夏不提议和，不派使，不索赎金，他们只是打完就撤，留你去猜下一次什么时候来。这种无节奏、不对话的突袭策略，彻底打乱了辽国的边境逻辑。之前的节奏是打一下谈一下，如今却变成打了消失了，你想谈也找不到人，防不胜防。边将们因此各自制定应急方案，有的主张修保增兵，有的主张前推防线，但都未获批准。原因很简单，财政紧张，中央顾虑内乱。皇帝知道自己现在对亲王的掌控力太弱，若边境再兴师动众，恐惹出后院着火。于是他做了一个看似理性的决策，缓兵不动，加强警戒，等待局势稳定。这在纸面上合情合理，实际上就是我们再忍一忍。西夏当然不会就此停手，他们在夜袭成功后，并未继续大规模进攻，而是改用边境引诱术，不断在边市挑起小摩擦，用诱饵引辽军误入伏击圈，在趁其撤退时劫其补给。他们不求全面战争，只求让你疲于奔命，乱中生怯。更狠的是，李元昊还公开在西夏文书中将此役称为封孝之计，列入战功榜首，狠狠羞辱了一回契丹人的荣耀。对西夏而言，这一仗是个标志，他们不再只是一个防御型国家，而是真正迈出了进攻战略的第一步。他们能主动决定战场、战时、战线，甚至能把敌人逼入防不胜防的情绪泥潭，而这才是真正的强国气象。而对辽国来说，这一仗撕开了一个事实，他们已不再是无可撼动的北方霸主，昔日被视作藩属的西夏，如今不仅敢打，还敢打得漂亮，打得不留痕。这种改变不仅颠覆了辽国朝堂的边疆认知，也让中原的北宋朝廷一夜警醒。原来那只沙漠边的小狐已经学会了怎么咬人，而且下口极准。这一夜的惊雷远不止燃尽了三仓军粮，更点燃了三国边境间埋藏已久的那根火线。而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风暴在黑夜中缓缓酝酿。北宋对边疆的处理方式，有时候很像一个不愿面对现实的老好人，明知道邻居在偷偷往自家院子里挪篱笆，却总想着用点小恩小惠息事宁人。可问题是，这种买和平的逻辑一旦开始，就再也收不住手。尤其是当敌人越来越聪明，开始琢磨着
怎么从这份岁币里拿到更多。于是，一个诡异的局面出现了：明明是防备敌人，结果成了在喂养他们。最先把这套岁币外交玩得纯熟的，其实是辽国。早在澶渊之盟后，辽国每年从宋朝拿10万两银、20万匹绢，不打仗也照拿，拿了还嫌少。开始宋廷还能嘴硬，后来为了避免边境生乱，干脆默许多送点儿。就这样，年年给岁岁送，不知不觉，辽国把自己养成了一个靠岁币过日子的边境企业。朝中不少人私下吐槽，这哪是霸主，是边外财政单位。但比辽国更会吃的是后来崛起的西夏。李元昊不像契丹人那样遮掩，他是明着来。他上书北宋，既然贵国对辽有岁币，西夏为西疆守护，亦应得理。宋朝一听就懂，你这是来要份额的，可要不给他就来闹，给了就是承认他皇帝身份。朝中文臣立马陷入道德焦虑，我们不能承认他是帝啊。但也有人说，那辽国不也是皇帝，我们不照样年年送钱？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又是妥协。你不是帝，但我们给你节度使的名义，赏赐照给，银子照发。于是西夏吃上了银子，胃口迅速膨胀，不光要求岁币，还要求边市贸易、物资通关、马匹交易权、特殊通道牌照，甚至连贡品顺差也敢提意见。你们给辽国的绸缎颜色比我亮是什么意思？北宋朝廷不得不1年3次改贡清单，每改一次就得让户部、工部绞尽脑汁找新理由。而更难搞的是，边疆各路军政系统开始出现赏而不战的思维。一些边将习惯了每年先接岁币再稳边境的模式，甚至在日常奏章中写道：愿陛下优赏敌使，使彼之德，必不来犯。这套说法听起来高大上，实则是给不作为找理由。有一年，西夏边将越界设营，宋将非但不迎战，还给对方送去酒肉，说是化解误会。李元昊听了当即拍桌大笑，我不过把帐篷扎偏了，他们就送我礼物。这种养寇自重的心态很快在宋廷内部蔓延，尤其是一些知州、节度使发现边境越不安稳，自己职位越稳固，岁币越多，官升越快。于是他们心照不宣，不能让边境真打起来，但也不能太太平。每年适度有点摩擦，地方暴灾，边疆请赏，朝廷拨银，一套流程下来，人人得利。甚至还有传言，某些官员私下刺激边境，故意派人惹事，好有理由要钱。最典型的一次岁币风波发生在泾原路。那年西夏借口边民秋收被扰，派兵骚扰3县，地方军请求支援，朝廷却拖延批复，理由是可先以岁币辅之。结果边军只好眼睁睁看着庄稼被烧，等到银子到账，敌军早撤，百姓怨声载道，地方知州竟上书感恩，说今岁边患无大事，皆赖上赐岁经及时。百姓心里拔凉，你们手边不是靠军队，是靠送钱。更讽刺的是，边将和敌将之间有时还会私下讲述，西夏将领某次出兵前竟写信给宋边帅，来月初7，我军需粮，若贵方照常赏利，便不难度。这封信虽然后来被烧毁，但传言满边军都知道，边将们开始比拼，谁更会讲条件，而不是谁更会打仗。这一套玩法最受伤的其实是百姓。边疆民户每年都要缴粮驻军，但这些军队不打仗，只会谈条件、演姿态。百姓被征调修保、送马、纳捐，却看不到兵士保护，只看到隔3差5西夏兵抢牛抢羊，还走得光明正大。
有位农户曾在边市大骂：你们和西夏说好不打仗了，那我家今年被烧2次是怎么回事？没人能回答。而这一切西夏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甚至给将士定下不破堡、不杀人、只掠物的纪律，目的就是不让宋朝有正当还击的理由。边军想打，却没有借口；朝廷想忍，却越忍越伤。这种局势持续下去，西夏越发肆无忌惮，甚至一次直接在宋境设临时交易点，挂牌写着“西夏边贸互市3日”。你说讽不讽刺？这都快成境内边事了，宋军却只能远远观察。也不是没人看清问题，范仲淹在陕西任职时曾愤然写道：“今日边事，非敌强我弱，乃我不为。”他力主整顿边防，裁汰冗兵，强化演练，并反对无底线的赏赐外交。但他的奏章被压了3月才上达天听，到达时已调任。朝中保守派则坚持主张宁失财不失和，理由是百姓不愿再战，国力需休养，边患不过是枝节。这种失财以稳局的逻辑，短期或许可行，长期却是一条慢性自残的道路。因为你越示弱，敌人越知道你怕战；你越送钱，他们越知道你会花钱买安稳。而最危险的是，当这种习惯一旦被敌人熟悉，他们就会变着法子逼你继续喂。这场养寇自重的悲剧，其实并不源于某个决策，而是一种集体自欺的惯性。当所有人都以为只要不打仗就是成功时，他们已经忘了，边境的真正和平从不是靠钱砸出来的，而是靠能战才不战的底气。而此时的西夏和辽国就像2只被长期投喂的野兽，胃口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肥。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守边得赏，他们开始学会演戏、玩牌、挟银子以令朝廷。等到哪一天他们再度联手或者彻底翻脸时，北宋会发现自己喂养了10年的不是和平，是吞噬的獠牙。边贸表面是买卖，实则是博弈，尤其在辽国和西夏的边境线上，那些驼铃阵阵的商队里藏着的，远不止盐、马、茶和绢。你看到的是热闹的边市、叫卖的摊位、叽叽喳喳的交易声，而真正操盘的人看到的是人流的方向、消息的轨迹、货物背后的图谋。在那条绵延数百里的边贸线上，身份模糊的商人和暗中潜伏的间谍早就把这片互市玩成了一张掩藏刀锋的笑脸。先从最常见的边市谈起。表面上，辽国和西夏都有严格规定，互市时间1年不得超过3次，每次不超过5日，地点由双方共同决定，物品过市需登记、过秤、核税，连双方使者都需持节、签文、带护卫。这看上去滴水不漏，但你稍微懂点边市的门道，就知道这套制度根本挡不住真正有心的人。西夏的商人极聪明，常常扮作散民、幕户，携货少量，分批入市。明面上是来卖岩石、沙枣、皮革，实际上他们携带的更多是情报。某日辽军军粮入境，某处边哨换将，哪条路新修补给线。他们利用的是贸易的自由流通，让情报像货物一样顺利进入国家。许多商人甚至根本不问价格，而是借交易套话引导对方透露军情。比如一句“你们盐价比去年涨多了”，对方可能就会不小心说出“今年兵多，需盐多”。话一出口，敌方的兵力动态就泄露了。而辽国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派出行商军探，身穿商袍，随势而行，手上是货物，背后却是图纸。他们会故意在西夏边市散布某条边路即将修建新堡，观察西夏军队是否有反应。
甚至有一次，辽国行商故意在市集出售一种特殊马料，说这是为秋后战马进补之需。结果西夏边军2日后开始调动粮草，说明他们已上钩，情报就被诱出来了。还有一招叫以物换影，西夏曾有商人用西域小径换取辽军酒器，表面是普通交易，实则将酒器内壁刮下微量盐渍，带回国内化验，以确定辽军的粮食来源。从哪里调来的粮，就能知道哪支军队在动。别小看这种细节，它能决定一个边将下一步布阵的方向。再说更隐秘的，使节与边贸同行。每当辽与西夏互派使节，便会顺势开放边市3日，看起来是庆贺和睦，实际上是为方便情报交换。这种时候，真正的交易不在摊位上，而在使节的后院。帐篷中低声私语，地图卷轴与玉佩交换，密信藏在牛皮箱底。许多间谍趁边事之机混入对方后方，收集的不是民情，而是军路、器械、港口、桥梁、修复程度。有一次，西夏边事举办时，辽国一位叫耶律善的老商人突然高调进士，带来100匹契丹绢布，引来西夏将军亲自接见。3日后，此人离世时，身边多了5位随从，全是西夏自愿投靠的叛兵。这些人其实是被精心策反的西夏士兵，边事正是他们脱离本营最安全的通道。而耶律善则是辽国军部暗设的间谍首领，真正的部商只是副业。而西夏也很快学会这一套，他们设立假商征兵，组织边民子弟穿商袍，学买卖，学士语，实则是兵营训练过的斥候。这些人能在市中闲逛数日不露破绽，一边卖货一边绘地图。有个叫拓跋君的人，曾在边市3年不露身份，最终带出了一整套辽西防线图。他离开时只带走了一筐香木，谁也没想到香木中藏着绘制在羊皮纸上的全图。那纸比常规地图短半尺，为的就是能卷进香木中空心部分。再说女商，西夏曾派出一批女子商队，表面贩卖糊粉、香料、丝线等妇人用品，实则充当潜伏间谍。因女子易入城，少受盘查，他们能迅速打入辽国内地，借口投宿、求医、卖艺来刺探情报。有一次，辽军边防密令失窃，最终查出是一个名叫玉兰的香料女商在夜里用鞋底藏纸，踩过3道边关传出去。自此之后，辽国不得不在边市增加女商专审，一度引发抗议，但他们不敢放松。除了人，物也能是间谍。契丹人曾将一种特制银碗投入西夏边市，银碗内嵌刻小字，泡茶时不显，预热酒后现出银石动兵，有时归营字样。这种茶碗本为暗语道具，被西夏识破后，迅速全面清查商队器具，有人因此被斩，有人逃入沙漠，从此不知所终。边市看似和平，其实是暗涌激荡。每一次市集的开放，背后都有一场情报与反情报的对决。西夏与辽国都知道，对方不是在做生意，是在布局。边民是棋子，货物是桥梁，使节是棋手，而真正的战争不在戈壁，而在帐篷之间的低语之中。北宋对此并非毫无察觉，甚至有过奏章指出：彼2国互市，乃互炭，商贾为皮，刺炭为骨，事开则景起。可惜宋朝自顾不暇，缺少有效制衡手段，只能默默观察，被动防御。偶有拦截，也多因无确证而不了了之。中原朝堂远在千里外，纸上的城防图永远追不上边地的沙尘变化。
到了后期，边贸成了一种惯性，一种必须维持的边境交流表演。每年3次，彼此准时唱戏表演，各派各的货，各讲各的话，各藏各的意图与密谋。表面上笑语盈盈，背地里是你看我一眼，我就猜你想攻哪儿；你说一句天冷，我就盘点兵甲是否需要增补。而正是这种看似和平的边贸，成了辽国与西夏暗战最隐秘的战场。无论战马是否奔腾，火光是否照亮夜空，在边氏这一方临时搭建的帐篷下，真正的战争从未停息。在契丹人的故事里，最悲壮的从来不是皇帝怎么登基，贵族如何权斗，而是那些把一生埋在边疆、马革裹尸的老将军。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位人物，辽国边将耶律都鲁，一个从年轻时就在西南边地奔波的老骑兵。他的最后一局不是在战场上身死，而是在一个看不见敌人、看不清对手的暗战中，被时间和权谋慢慢吞噬。耶律都鲁出身契丹贵族旁支，自小便在北面关中长大，学的是骑射，熟的是地形。18岁那年就跟随父兄参与平定西部叛乱，出战即斩敌3人，被赏银甲1副，封帐前都指挥。20岁时，他便主动请缨，前往最难守的西南边地，驻防贺兰山一线。那是一条几乎没人愿去的防线，风大沙急，补给艰难，西夏人夜夜骚扰，号称送10人过去，3人能活着回来就算胜利。但耶律都鲁硬是守了30年，从青年守城到中年固边，再到晚年独坐军帐，他几乎成了那片边地的影子。西夏人称他老刁，意思是说他老但还狠。每年边事开设，他都亲自查验，每一封情报他都亲手拆阅。李元昊称帝那年，他是第一个上书朝廷，建议断供强备御战的将领。当时朝中还在争论西夏称帝算不算非法，只有耶律都鲁写下5个字：彼以非属藩。但他也明白这仗不能马上打，他开始加强营房，修堡筑寨，自创3屯3哨1伏兵之制，每3座营地设前哨支撑，中间埋伏骑兵，一旦敌军突入，立刻切断退路。他还命令将士练夜城急行法，即日伏夜动，用以应对西夏惯用的偷袭战法。这些改革极为实用，一度让西夏在贺兰山方向吃了不少苦头。李元昊亲笔批语：都鲁者，辽之老狼也，孽我手爪久矣。但随着时间推移，老狼也开始显露疲态。他年过50，膝伤日重，每逢阴雨便卧床不起。老部下一批批调离，新兵生疏边情。更致命的是，朝廷对边地的注意力慢慢转向了东南，对他奏章的回复越来越迟，军饷也开始出现拖欠。他原本修建的一处堡垒工程，因为营粮中断而半废，成了西夏人眼中的纸堡。某年冬天，西夏人夜袭贺兰堡成功，烧毁仓库3座。耶律都鲁亲自率兵反击，在风雪中骑行2昼夜，终将西夏小股击退，却也因寒毒入体，几乎卧榻2月。他在营中写下密信：老将无用，愿归安下，唤壮士出战。朝廷收到后回话：都鲁年深识边，尚赖以维系西防，调换不及，言下之意，你得继续守。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但他更知道辽国的支持在变薄，边地的战线已不像当年那般齐整。他开始悄悄建立备荒图，详细记录周边20里所有水源、山谷、可伏可藏之地。他手绘的地图后来被后世称为贺兰密图，
是辽国少有的边境实地手稿，不靠制图局，全凭奇形丈量，一一绘出。而敌人也在看着他老去。西夏并未派大军围攻，而是改变策略，一点一点逼近。他们派出驻牧团，在靠近堡垒30里内放牧，名义是名目，实则踩点。他们在边市出售西夏茶盐，价格远低于市场，企图诱导军中腐败。他甚至收过一封密信，是某位西夏使者托边商递来，信上寥寥几字：老将勿苦守，天命终将转。这是威胁还是劝降？他看不懂，也不屑懂。他只知道自己身边的将士一批批换，自己撑着的堡垒成了整个西南唯一未被攻陷的节点。他习惯在凌晨4点巡视，哪怕大雪封营，也要披甲出巡。将士们说，老帅的马鞍比城墙还稳。但他毕竟老了。某日巡视途中，突发晕眩坠马，被送回营中后，半月未醒。军医确诊为风毒攻脑，再醒已语塞，行动缓。他强撑着写下一封奏章，请求朝廷派年轻将领接任。回信又是拖延，朝无贤将，都卢可暂缓休。他笑了，苦笑。一个老将连退都要等批准，那何来荣光？他命人招来副将，说：若我在病，不必禀报，按军律行事。又将贺兰密图藏入鞍袋，命人日夜守马。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但他怕的是死后这片边地没人能守。半年后，他果然再度病发，卧榻不语。第3日夜，边哨传来西夏小鼓，突入警讯。副将欲请示，他眼神一动，只挥了挥手：打。那晚，边军成功伏击来犯者50人。战后将士回营时，他已无声。全军披甲为他守灵3日。副将送信至朝廷，都卢死，边地震。朝廷下旨追封他为贺兰中永侯，赐金10两。消息传到西夏，李元昊沉默片刻，说了一句：此人死，胜百军退。他不是在一场战斗中轰烈而亡，也不是被敌人围剿而死，而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心俱疲的坚持中熬尽了最后一口气。他死在了他最熟悉的营帐中，身边是那匹老马和那副满是划痕的银盔。一个将军的最后一局，不是胜负，而是无人能接替的守望。而自那以后，贺兰山一线的边防失去了灵魂，堡垒渐空，新将调任3次，无人敢久驻。西夏人笑称：老雕既去，此地无主。你听到这儿，大概也能懂，边疆的真正威慑，从不是多少兵，而是有没有一个人愿意不问朝命，不问功名，只凭骨头和信念守住一线天光。耶律独鲁就是那样一个人。边关无人记他生，但所有人都记得他死的那天。风雪突然停了3刻，夜空里贺兰山最亮的那颗星悄然不见。在那个沙尘不散、战争4远10近的年代，李元昊站在西夏的巅峰，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狠人，却没人知道他究竟狠到哪一步。称帝不是他人生的终点，而是他打开下一盘更大棋局的入口。他把整个西夏的国运压在了一场无法回头的豪赌里。他赌契丹会内乱，宋朝会畏战，他能在2个大国的缝隙中杀出一个属于党项的帝国未来。只是这一步棋，他最终赢的是尊号，输的是退路。我们从他称帝那年讲起，公元1038年，他自号大夏皇帝，改元天授礼法严作。听着文雅，其实刀锋凌厉。礼法是对宋朝那套天子独尊逻辑的正面挑战，严作是告诉全天下，西夏不是流寇，
不是藩属，而是要开国立业、代代延续的独立皇朝。他甚至在典礼中明确，不用汉礼，不用契丹仪，而是自创一套党项冠冕、公仪、诏文，全体群臣行杀礼，跪四象，祭天地于旷野。这场加冕不只是政权的更新，更是一场文化的锻炼。这一步，李元昊走得毫无退路。他比谁都清楚，一旦称帝，就不可能再低头。他不再是那个可以对宋称臣、对辽说软话的边境领主了。他现在是皇帝，一个要跟宋、辽平起平坐的存在。可他也知道，宋朝不会承认他，辽国更不会答应。于是，西夏的外交窗口在一夜之间被关闭，只剩下刀、马、铁与火在边界上继续说话。称帝之后，李元昊大兴土木，修宫殿、建国都、改制度、设官品、制兵法。他模仿中原，却又拒绝依附。他的都城兴庆府仿照长安布局，街市棋盘分明，却融合了党项帐幕风格。宫廷大殿不设石阶，只铺硬沙，意味着王者可以不经登阶之礼直接临政。他设五军都统制，整编西夏全部兵力，划为东南西北中五军，各有主将，各设斥候，号称3日内可集结5万骑。所有户口统一登记，男子16岁即入兵册，户有3丁者须出2兵。这种国策是典型的战时结构，而不是和平之治。他的帝国从立国起就注定是靠马背维系。没钱打宋，缺地抢辽，兵少全民皆兵。他清楚自己的资源撑不起和平，也不想靠赏赐维稳。他要的是主动权，是攻势，是以战求生的破局之路。可是这个赌局也从那一年开始变得越下越难。宋朝虽然忌惮，但也并非全然软弱。范仲淹改革边防，力主备战，西线宋军逐渐强硬。辽国虽然内斗不断，却也不甘看着西夏做大。他们不再直接出兵，但开始派使兼边，促使宋夏之间再生嫌隙。于是李元昊发现，他正被推向一个越来越孤立的境地。为了缓解压力，他采取了2个策略：一是加速内政整合，强化中央集权；二是制造边境压力，以战促谈。他开始频繁发动小规模突袭，用军功奖励压住贵族反弹。他让王族男子全部披甲上阵，用亲情绑住军权。他还下令建立法典14卷，明文规范一切官员任免、民事断案、军法条令。西夏在那几年虽然表面动荡，却也因此逐渐形成真正的国家机器。但这样的运转是建立在李元昊个人意志上的，他是齿轮中枢，一旦他动摇，整个结构就会抖动，而他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常年征战留下的箭伤复发，久坐久骑让他腰背剧痛。军中传闻，他每次行军需用特制矮戟做马背，一骑下来就得仆从搀扶。他的脾气变得暴躁，朝会动辄罚跪，臣子动辄降职。他变得孤独，只有儿子宁令哥与他谈话时才会露出些许笑意。更严重的是，他开始偏信亲贵。王族李亮作被封为监国，年仅12，却参与政事。许多老将被换掉，只因在朝堂上不愿附和他征宋扩地的计划。而边境连续3次突袭失败，让军中开始出现低声反对。有一次夜里，有人在兴庆府门前贴纸条：不惜战，何以存？不讲和，何以活？他震怒，下令查办。
全城封户3日，搜出一名兵士，却查不出主使。那名兵士被斩，头颅示众。传言此后整整1个月，没人敢出营门大声说话。可就是在这种高度集权、高压治军之下，李元昊依然没有收手。他决定再赌一次，一次真正的大动作。南线全面逼宋。他调集东军2万人，西军15000人，加上中军精骑5000，以3路推进，目标是突破宋夏边境防线，直逼延州。他要的不是一城一地，而是用胜利来撬动谈判桌上最重要的东西。帝号承认与贸易完全开放。这场战役史称岩谷突进，起初极为顺利。西夏军连破宋军3寨，突入延州100里，差点攻至城下。可就在关键一役，主帅李成英轻敌冒进，被宋将韩琦用诱敌之计围歼，5000西夏兵几乎全灭。这次惨败在李元昊心中划下一道巨大裂痕。他开始怀疑身边人，怀疑部属，甚至怀疑这场帝国之赌是否还值得继续。同年冬，他的伤疾恶化，一次宴席中忽然晕厥，被送回宫中，半月卧床不起。他起初仍试图处理政务，最后甚至连诏书都需口述。他终于写下遗令，将皇位传给儿子。可就在起草诏书前，他做了一件事，下令销毁所有对宋称帝相关诏文，不许留下任何正式外交文书。他知道他可能赌输了，但他不许这个失败被铭刻成史。他在床榻上睁眼的最后一刻，只说了一句：愿国存，不必我名。那年他不过42岁，一个曾经扬言要打造沙漠帝国、踏破2强边境的男人，倒在了自己的城池里，倒在了一场再也无力翻盘的赌局之中。李元昊死后，西夏的局势迅速变化。他的儿子年幼继位，群臣分起，旧将归营，边境突缓。宋朝闻讯，立刻加强防线，辽国则趁机派人入朝接洽，试图重启3方框架。那一年没有战火，却每一天都在角力。李元昊留给西夏的不是胜利，也不是失败，而是一副无人敢在下注的残局。帝国孤独，他赌过，也拼尽全力去赢，只是当一切压上之后，才发现有些局不是输赢决定命运，而是你敢不敢继续站在牌桌前。而那年夏末，西夏的天高云远，风里却空了一种决断的味道，那是一位帝王压尽天下之后留在风沙里的叹息。李元昊死后，边境一夜安静，那种安静不是和平的宁静，而是像一场飓风过后留下的真空地带。战马停在原地不动，军旗不再迎风而舞，营帐收了又支，支了又收，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西夏在等继任者站稳，辽国在等西线调整，宋朝则张开耳朵听3方动静。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的风不能先吹。可惜，和平从来不是靠等待降临的。没多久，新的风暴就从边境一线的双色中再次凝聚，只不过这次它更冷、更漫长，也更隐晦。西夏新主李亮作年幼，朝政被一众旧臣执掌，群臣之间表面团结，实则矛盾暗涌。主战的边将们依旧嚷嚷着不能服软，主和的文臣却已经默默遣使宋朝。中枢未稳，军政分裂，西夏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头政令。某一次，前线一位副将收到3个命令，一是增兵修保，一是暂停巡防，一是准备朝贡。他看了看天，最后谁的命都没听，只说咱先烧水吧。
而辽国这时也没好到哪去，虽然表面上比西夏更稳，但内部早已积弊横生。自从耶律都鲁去世后，西南防线几度易将，个个轮换的比驿站的马还勤。有一次，边将刚就任不到2月，突发战事，连军械库钥匙在哪儿都不清楚。更荒唐的是，有将军在战斗前请假3天，说朝中有亲事未完。这不是边防，这是一锅捂着不响的烂粥。可是最令契丹贵族头疼的不是敌人，而是边境的雪。每到冬季，边线运输困难，巡逻迟缓，而西夏军队偏偏善夜袭、善寒战，每逢风雪夜必有骚扰。那些小股部队像狼群一样潜入，又像沙一般消失。辽军被迫设雪夜不巡，厉行禁令，意思是只守不出。可这恰恰被西夏利用得淋漓尽致。有一年初春，西夏一队100人骑绕行边线7日，连破3哨。辽廷震怒，急调万人驰援，待兵到之日，对方已如入沙中。西夏这招战术有个名字，叫雪后反攻，看似简单，实则每一次行军路线都需极度熟悉地势、水源、风向。他们不是在打仗，而是在练习如何将心理恐惧变成真实打击。而边境上的百姓，则成了这场常年双战中最无辜的牺牲品。战火没真正燃起，可边民日子却从未真正回暖。两边征粮、修堡、强征马匹，人人自危。今天你是辽国户，明天醒来帐篷外插着西夏军旗，一夜之间身份全变，年复一年，谁也不敢说自己属于哪一国。更荒唐的是，这种反复拉锯的状态，竟也逐渐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非战和平。辽与西夏都不愿主动挑事，但也绝不轻易退让。于是，他们玩起了对等骚扰：你派斥候，我放牧；你烧草垛，我抢牲畜；你设巡哨，我夜敲锣，互相挠痒，试图激怒对方，又小心翼翼，不越底线。这场双色下的冷战，像一块冰封边界，兵不言语，马不驰骋，将不宣战，民不敢言，连中原的北宋也看得发愁。朝中曾有大臣奏请，边境无战，实为真福，但边将却密报，无战而疲，实为暗祸。宋朝看似置身事外，其实两边谁打出火，他都得出银子灭烟。而这段时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边境那些假降真诈的乱局。有一年，一支西夏偏将带100人投降辽国，自称愿献城池，结果刚进入边堡，半夜发动内应，焚烧粮仓，一夜之间辽军损失惨重。从此辽国再不收降兵，连使节也需隔山会谈。这种信任的冻结，让边境更像个封闭的漩涡，所有人都在打转，却没人能脱身。在这种双战氛围中，年轻一代将领渐渐成长，他们不再讲究大军压境，而是习惯快打快撤，偷袭突围，战法简洁，目标清晰，打的是心理压力，拼的是持续骚扰。边境成了一个没有界碑的灰色地带，只有沙、风、雪，还有偶尔传来的一阵马蹄声，然后归于沉寂。朝堂上，辽国开始有人提出，或可与西夏定边境，设界碑，以明疆域，但遭到强烈反对。理由很简单，立碑即承认齐国，不立边患可谈。这正是辽国与西夏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你是敌人，也是借口。你不犯我，我不认你；你若强盛，我借你押送；你若弱，我借你示威。这种用敌人做战略工具的逻辑，让战争不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用。而西夏也学会了同样的思维，他们也不急着攻城略地，更关注边境可控。
边地的堡垒修到哪一步，商队能走几步，草原能牧几里，全都像刻度尺上的精密控制器。他们不是草莽，而是用冷静在博弈。他们要的不是北上称霸，而是活得久，活得稳，活得有谈判力。这一切最终形成一种怪异景象：边疆无战，却处处紧张；营帐无刀，却日日备战。帝王不出兵，将军不卸甲，没有烟火，却胜似战场。和平只是一个被悄悄施了咒的词语，谁一动就碎。西夏与辽国在边境之间耗了多年，最终谁也没有吞掉谁，却都在这场漫长的双战中付出了代价。兵士疲弊，国力暗耗，百姓流离，一切都像被雪封的战鼓，沉默中积压着旧日杀气。而中原的北宋坐在这场对峙之外，表面无恙，实则每年照常缴纳的岁币，不断修缮的边墙，默默增加的驻兵预算，早已说明一切。他们知道，这场没有明说的战争，远比刀光剑影更消耗心力。而在那片风雪频起的边境线上，一位边将曾说过一句话，后人常挂在嘴边：西北无战事，只因雪未化。是的，战争从未结束，它只是藏在霜里，等下一个有胆的人把火点燃。现在灯光渐暗，夜色渐深，你或许已躺在床上，呼吸慢了下来，眼皮沉了下去。外面的风轻轻吹过，像是在轻声细语，告诉你这个世界虽大，故事虽多，但今晚就让所有的纷扰都暂时静止。想象着那辽阔的草原和深邃的沙漠，马蹄声渐远，烽火渐灭，只有星光陪伴着你进入梦乡。无论过去多么波澜壮阔，现在的你只需安心躺好，让思绪随风漂泊，渐渐进入属于你的宁静。晚安了，愿梦中有光，有风，有远方，那一抹柔和的月色伴你安然入睡。